纵一路荆棘，盼到天光，透过云的缝隙，渺小的却直面风雨，独行使命，留下坚定背影。乘风吧，唱演一线之歌的黎明，前行吧，未见之旅等待我们开辟，续战吧，见证光明暗涌交织搏击，守护吧，理想炙热如炬，倔强的光照亮了梦开启的方向，不再彷徨，那是你我此生的信仰，迷雾消散，找寻心底呼唤的答案，每一刻义无反顾起航。谢谢啊。哎，先别急着说谢，等把他带回去之后再说不迟。您什么意思啊？钱天心干的那些坏事儿够把牢底坐穿的，而且也符合引渡条件，我们怎么带不回去啊？钱天心现在的身份是 F 国的公民，而且他是在 F 国的土地上触犯的是 F 国的法律，理应由 F 国进行审判。你们中方最多只有义务向 F 国方面提供他的相关犯罪证据，由 F 国进行审理。公民不引渡原则。没错，更要命的是，总检察长也是这种观点。即便是我尽力的想说服他，可是我们手上缺少一个最关键的理由，除非我们要证明钱天心他并不是 F 国公民。我们哪有权利不让他是 F 国公民啊？对了，我还听说F 国检方已经开始准备起诉钱天心了。关键是她的那个 F 国丈夫戈麦斯，似乎好像根本不急着把他保释出来，而且跟检方配合很好的样子。哎，当然了，毕竟对他们来说，把钱天心留在 F 国，总比你们带回去要强吧？毕竟中国政府是高强度打击网络犯罪。哎呀，以为抓了钱天心这事儿就快结了，没有出了这么个岔头。我觉得我们现在必须得同时做好2件事情。第一，我们继续推进引渡钱天心同案犯中5国公民的进程，帮助警方做好引渡前的审查。第二，还得救援国内，查一查钱天心他的家庭状况和社会关系。我总有一种感觉，钱天心他虽然一个人孤身在海外，但是他跟国内应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来，那也还是要谢谢您。哎，没，谢谢。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杨威，你不如主动配合警方固定好所有的证据，这样对你来说有好处。吓我？有本事把我带走啊！杨威，我告诉你，带走你是迟早的事儿，而且我已经查过了，你是中国公民，你还是第一批被引渡回国的犯罪嫌疑人，在哪受审都一样，你跑不了。I don't care。先生，打扰一下，我想去休息一下。哎，招了吗？没有。没招呢，你去哪儿啊？你去趟医院。去医院干嘛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
小张，最近看你啊，总是心事重重，好像没魂儿了一样。怎么了？可能最近没有休息好。是因为女人吧？真是什么都瞒不过您啊。我跟李一堂最近闹了点不愉快。是啊，现在还不是儿女情长的时候。现在咱们汇泉集团呀，处境非常不好，尤其是舆论风波。这对于一个正在扩张的公司来说，这是非常不利的。是啊，目前是有些资方采取了观望的态度，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太担心，毕竟海外还有一笔庞大的资金在等着进入呢，只要把他们引进来，那对于我们公司的扩张来说就不成问题了。是啊。哎，小赵，我最近啊总是隐隐约约有一种感觉我的背后总是有人在操纵着，甚至整个汇泉公司。这就导致我吃饭睡觉都不踏实，甚至我还有一种感觉，那就是所有事情的发生，并非是那么偶然。小赵，你有这种感觉吗？董事长，我觉得您多虑了。我们汇泉集团上上下下所有的员工，我相信对我们集团还是忠心耿耿的。虽然目前我们确实遇到了一些麻烦，但是作为一个企业，在做强做大的过程当中，这是要必然经历的阵痛。只要我们挺过这段时间，我相信一切都会好的。是啊。哎，小赵，你觉得肖木恩这个人怎么样？您指的是哪方面？我呀，想打算好好的培养肖木恩，让他呀为咱们汇泉集团多做一些贡献。哎，这个孩子，我可是考察了一段时间了，踏实、可靠，而且身上还有着一股就是我年轻时候的那个狠劲儿，这正是咱们汇泉集团需要的。你回头有空的时候啊，你好好琢磨琢磨，看看怎样更好的提拔肖木恩，你说呢？您是董事长，我相信您的眼光，我会好好的想一想。好，哎，喝茶，这茶不错吧？啊，只是朋友刚寄来的。请你们让他看这个。杨威，还记得我吗？爷又出现在你面前了，还记得小爷这张脸吗？难道你忘了吗？这就是你送我的礼物。我当时满脑子想的就一件事儿，你怎么对我的，我就怎么还给你。关掉，别给我看这个。你对张小北所做的一切，以及张小北看到你对其他员工所做的一切，他都已经告诉我们了。被你们挑断脚筋扔到海里的那位受害者，被当地的警方认定为是4级伤残。以特别残忍的手段致人重伤或者残疾者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，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、无期徒刑，甚至死刑。我们已经对你们犯罪集团的员工进行了审查，他们指认你是钱天星的心腹，掌握他的所有犯罪行为。这一条已经是重罪了。如果我们后续再查出你涉及钱天星集团的网络诈骗、非法网络赌博等，数罪并罚，到时候会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处罚。
杨威，你确定你要继续再为钱天星包庇他的罪行吗？不公平，这不公平。赌博在当地是合法的，我没有逼着他们去玩，去赌。他们自己拿着钱往水里扔，他们自己借着高利贷填自己的坑，跟我没有关系。他们自己拿着钱往水里扔，他们自己借着高利贷填自己的坑，跟我没有关系。不是你砸我电脑干嘛呀？你们告诉我这货关在哪儿，我弄死他！你又发什么疯？我发疯！石小虎就是被他这样的人害死的，我也是被他害死的。我就给他看个杨威视频，就这样。比我害死更多人！告诉我在哪儿，我杀了他！干嘛？张小北，喊够没有？闹够没有？消停了没有？张小北，你说你闹多久了？从你姐姐去世，你开始又是跳河，又是直播，又跑到这儿来，你好不容易跑出来，你又折回去干嘛？啊！我们所有人加上这里当地的警方，所有人为了救你，前期工作都没做，这跑回去要救你。你现在你开心了？得意啊？我没得意。是，你是没得意。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啊？啊？你别以为你做过的事就这么算了，我们每个人心里可是都憋着一团火呢。本来想着你受了伤，你好不容易跑回来，我们就先不跟你说了，等回国了再说。可你呢，动不动就要杀要打的，你有没有想过你姐姐？电脑怎么办？我里面还好多文件呢。这些事情你要稍微改变一点。你有没有变过？你一点都没变。我没变，你说对了，我害死了自己，害死了所有人。你听好了，石小虎就是我害死的。我从来没见姐发这么大火过。我希望你能把这件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我。如果你要说，你一定要说实话。帮我开台机去。哎，你怎么又来了？上次我给你贴的钱你还没还我呢。你再帮我垫一下，我过2天一块儿给你啊。哎，不行了，帅哥。怎么又是你啊？上次的钱好像没给吧？没钱就出去。我去哪儿啊我？看别人玩还不行啊？请。小子，怎么了，哥？没怎么，看你不顺眼。我看你玩就知道你是个菜鸟新手。你瞅你玩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你不充钱就算了，你打这么菜。起来，哥教你。就这样，我和石小虎在网吧认识了。他是个老实孩子，复兴大学的新生，不懂游戏也不懂社会。我随便忽悠2句他就信了，成天跟在我屁股后面，心甘情愿地帮我打装备，当免费劳动力。我是真把他当成小弟了，不止在游戏里，现实中也一样。小虎，拿着。这么多钱，这得有1万块钱吧？不止，拿着吧。北哥，这些钱都是我的。当然是你的，让你拿着你就拿着啊。怎么了？看傻了？不知道谢谢你北哥呀？我可是费了好大劲才帮你申请下来这14000块钱。有了这些钱，你搞一身好装备，以后整个区你不得横着走啊？能买装备当然最好了，但是这些钱总得还的呀。到时候如果还不上，那……哎呀，行了行了，看你这没出息这样，就烦你们这些磨磨唧唧的。借钱是为了干嘛？借钱不就是为了玩的开心吗？
你还没开心呢，就愁着怎么还钱，这钱不是白借了？好像有点道理啊。今朝有酒今朝醉。你再说了，现在多少年轻人不都是超前消费吗？今天爽不就完了，管明天干什么？万一明天死了呢？别想这么多，拿着玩去了啊！听哥的。哎呦，怎么这么慢腾腾的？真是，我等你老半天了。看着我干什么？2个月不见，连妈都不认识了，连妈都不叫一声，真是。来，在家里给你包的饺子，拿着呀。那个，给你带2件衣服，天凉了，别总是穿那么少啊，穿暖和一点。对，哎呦，你这手怎么啦？怎么这么凉？还这么干巴？你在学校都吃些什么呀？我先去上课了。你注意身体啊，好好学习。妈，对不起，谢谢你。接下去就是杨宝的事儿，他看得出你很缺钱，所以就把你发展为他的下线。你接的客户里就有施小虎。施小虎是我第一个发展的下线，也是最实诚的那个。他心地太单纯了，说白了就是死脑筋。其实开始他对这游戏没有那么大瘾头，但是自从搭了钱进去之后，他打得越来越好了，追捧的人就越来越多，这投的钱就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，最后终于不可收拾了。我劝过他，但是已经来不及了。开始他还能用几个网贷平台互相倒来倒去，拆东墙补西墙，但是到最后已经没有平台可以撸了。他通讯录里面所有的好友被人24小时轮番轰炸，收账的人甚至都追到学校来找他还钱。他没有别的办法了，最后就只剩下一条路了。所以后来，你就效仿他，也跳河，想要躲避追战。其实不光是躲债，我也想通过我的死，给他们汇权好看。我不懂法。但就是有那么明确的几点，你汇权集团必须得对施小虎的自杀负责。首先，汇权游戏为什么不去针对在校大学生设置时间和充值的限制，反而通过设计机制不断诱导在校大学生往里面投钱？其次，施小虎自杀，我们先不管他是不是真的与汇权的游戏有关联。但是你汇权也不能店大欺客、为所欲为。我们老百姓发帖，他们居然操控舆论、引导言论。要不是因为做贼心虚，他们怎么会闹得这么难看？最后，施小虎是个特殊情况，我承认他是个个例。那要不是因为在汇权的游戏里面接触了非法网贷，
他最后会因为走上还贷之路，加重病情，最后自杀吗？慧泉确实有做得不好的地方，这点我们都很清楚。但是你不应该把你进入网贷并且拉其他人入坑这件事情，也跟慧泉都联系在一起啊。我说的是真的，慧泉这个集团绝对有问题。有没有问题，我们会查清楚。你继续说。我打定了主意之后，就立马开始准备了。为了让所有人都相信我是真的死了，我是做足了功课。首先就是选地点，早在1个多月之前，我就踩好了点。我观察到，河边每隔一段距离就会有摄像头，每个摄像头能范围概括50米大概的河面。我就这样躲过摄像头，逃到下游，神不知鬼不觉。你还挺厉害，你都会测这些了。我也没法那么准确，但是我有个特长，就是读秒特准。我测试过很多次，我前行50米大概需要45秒，所以我就每隔45秒上来换一次气。我就这样躲过了所有的摄像头，成功到了下游。要是何路源知道你用这种方法把我们每个人都玩了一个遍，他肯定得气死。还有一个问题，那个张晓光的身份证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会出现在一个尸体身上？其实我也不想这样，张晓光就是我就是平时用那张身份证来干那些小坏事儿，所以在那段时间，他们都不知道我的本名，只知道我叫张晓光。截止目前呢，公安机关和专业人员已经开展了积极打捞行动，目前暂无结果。在我身后呢，就是张小北的落水地点。何队，刚才你为什么跳下来？何队，你刚刚在做什么？后来，事情的发展已经远远的超出了我的预期了。何队，你能透露一下张小北？我没办法了，只剩下跑路这一个方法了。我害怕你们追查到我，就把假身份证跟手机都给那个流浪汉了。我想混淆警察的视线嘛。哎，白给的要不要？拿着。但是后来没想到的是，他真的出事儿了。你没想到的事情多了去了。我猜你后来应该是上岸之后被人骗了，所以就到这儿了。安妮姐，我现在才知道他们这帮人有多可恨、多可怕。你们一定会把钱天心带回国内接受审判的，对吧？不管害你姐姐的人是谁，这里所有的人，我们都一定会让他们绳之以法。郭姐，啊，他没接电话，您稍等啊，我叫他。郭姐，你电话。郭姐，怎么样？让您代查的事有消息了？这个钱天心啊，早年间曾经多次用化名往返于港澳和内地，所以查他花了点时间。但是公安部门基本上已经锁定了，他就是多年前澳门一起高利贷犯罪的在逃人员，而且他常年从事相关的犯罪活动。反正他现在的犯罪事实也都非常清楚，而且都有证据，多出这么几件对他来说也是九牛一毛。更重要的是啊，这次还查出了一件大事，这个钱天心很可能在国内已经结过婚，而且婚姻一直是存续状态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行，我明白了。这样，我们马上联系拉斐尔先生帮忙协助。明白我的意思就好。我们这次啊，一定要抢在前面，
把他所有可能脱罪的路全都堵上，不给他任何耍花招的机会。这次无论如何都要把他引渡回来。放心吧，我都已经安排好了。F 国检察机关会很快向钱天星提起诉讼，只要他们抢在中国之前提起诉讼，那么把钱天星留在 F 国受审，那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。是的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我们所有人都愿意为您效劳，劳埃先生。师傅，这都忙得脚打后脑勺了，怎么还有功夫看书啊？别打扰他。我姐说了，能不能顺利的把钱天心弄回国，就靠他手里那本书。起来，检察官来接你了。戈麦斯夫人，您说有重要事情要见检察官，希望不是消遣我们。听说我马上就会被引渡回中国了，是吗？是的，没错。如果我这一去，可能我再也回不来了。我思来想去的，我觉得我最对不起的就是我的丈夫戈麦斯先生，他对我一心一意，视如珍宝，可是我却欺骗了他。如果我就这样死了，我一定会下地狱的，我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。虽然我不想他知道我这么丑陋的一面，但是我也不想再辜负他对我的信任了。这可怎么办？这可怎么办呢？我该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夫人，我们的时间有限，您到底要说什么？我想坦白我的罪行，不想再辜负我丈夫对我的信任了。其实我犯了重婚罪。夫人，我看你是为了逃避引渡而故意说谎吧。5年前你来到 F 国，不久就嫁给了戈麦斯先生，此前再没结过婚。这些信息我们移民局都是有记载的。我没有骗你们，我在中国的确是有一个丈夫，他在广东省广州市是一个富豪，他叫刘一。你所说的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了。我和刘一有着清清楚楚的婚姻记录，不信你们可以去查。季凯，你以前到底经历过什么呀？为什么从来不给我讲你小时候的事儿啊？你是想问我身上的伤疤？那都是很早以前的事儿了，有什么好提的？你今天这是怎么了？为什么要问这些陈这么烂谷子的事情？我就是好奇。好了，我健完身了，我去洗个澡。
手！放手！放开我！你个扑街仔啊！看场子就好好看你的场子，啊！老子的闲事你不要管。我告诉你哦，老子今天想跟谁睡我就跟谁睡哦。你放手！他好像不太愿意跟你睡啊。哦，是嗎？你睇睇啊，這副衰樣啊，要錢冇錢，要樣冇樣，跟他唔跟我，你是不是眼瞎呀？一死啊你！把他給我廢掉，但係留一口氣，讓他在旁邊看着 ，OK？ 我等你汪老大！汪老大！你唔過嚟！係兄弟，你冷靜一啲，我哋找個邊食坐低慢慢聊，好唔好？去你媽的！別都過來！快點到！告訴你，這麼漂亮的女人，你絕對不應該傷害她。別給我跑！你真是個蠢東西。你說你年紀輕輕的，你來這看場子，那不就是為了賺幾個快錢嗎？啊？你說你得罪那幫有錢人，你幹什麼呀？有錢人有什麼了不起的？不是有老爹罩着，就是有老天爺罩着。世道不公平。好像古往今來，什麼時候公平過似的。你接下來有什麼打算啊？原來也是個只會耍嘴皮子的。哎，我可不光會只耍嘴皮子啊！我告訴你，用不了多久，我一定會變得非常非常有錢。你就跟着我，到時候你……男人，在沒有做成事情之前啊，就別吹牛，也別說什麼自己都不會相信能夠兌現的支票。讓人想吐，所以說你是個傻子呀！你不會真以為我昨天不想跟着那個廣東老闆吧？我們只是價錢沒談好，傻子！在這個世界上啊，有錢才是最重要的，沒錢。你永遠都會像是一條被人滿街趕的喪家之犬。你憑什麼讓我跟着你啊？啊？你是想讓我跟你一起當一條狗啊？你再說一遍！與其讓我跟着你，還不如跟着我呢。我跟你說吧。我來澳門，那就是為了來傍大款的。我有個計劃，就是要跟這些有錢的男人結婚。能榨出來多少錢，我就榨出來多少，然後再扔了，換下一個。你嘛，你要不就當我一個馬仔。我要是有什麼三長兩短，你就像昨天那樣，保護我，嗯？我永遠都不可能給別人當馬仔。不想當馬仔啊？好吧，那要不你就當我弟弟？你當我弟弟，還是可以繼續保護你的姐姐。你當我弟弟，我也不會虧待你的。怎麼樣？考慮考慮。
根据我们现在得到的消息，钱天星在国内结过婚，而且还不止一次。他曾多次变换他的名字，做的是类似像仙人跳这类的业务。等他做大做强之后，他就开始发展成为了套路大业务，如今就成为了女慈善家，成功的女商人。这钱天星是个骗婚惯犯了。她在国内有老公，又跑到这儿来结婚，可是这跟我们引渡她回国有什么关系啊？有很大的关系。这是拉斐尔发来的消息。重婚罪，师傅。钱天星作为当地公民，他在当地犯罪，应该在当地受审，我们无权对他进行引渡。哎，韩轩，让你查的资料如何？拿到了，姐。钱天心在国内最后一次婚姻是和一个叫刘一的商人，而且到目前为止，婚姻关系存续，也就是说，他跟戈麦斯结婚的时候是已婚状态。哎呀，因为这么点的小罪就能留在当地受审，这算盘打得够精的呀。那他用假结婚骗来的绿卡，他就不怕被取消吗？当地的法律明文规定，婚姻无效并不会取消国籍，只有通过欺诈的手段取得的国籍才会无效。哦，哎，那不行啊，那他不就留在这儿了吗？他肯定会想尽办法为自己开脱的。以他在当地的势力，很有可能最后又被放出来啊。虽然这招看似很上不了台面，但确实把我们就卡在这儿了。他挺精明的。那他们国家的审判活动，我们可以指控吗？根据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第1条规定，协助应当由辩理人员出庭作证，但是我们不能以公诉人的身份出现，只能申请证人的身份出庭作证。那我们要是能找到他不构成重婚罪的证据，是不是能方便引渡他呀？事情麻烦了，听说是中国和 F 国的司法部门达成了什么共识，要认真的对付钱天星。这次恐怕没那么容易摆脱。所以，你能不能再想想其他的办法，尽可能的把水搅浑？我记得，我们还是有其他后手的。这个不用吩咐，我早就有准备了。但是，我就怕，即使我们这么做，依然会出现什么意料之外的情况。毕竟你都看到了，这次中国来的检察官可不是吃素的，他背后的领导和团队也都是玩真的。如果真的出现什么意外，就算真的出现什么意外，钱天星也知道该怎么做，他对此早有觉悟，你不需要去考虑这个。你需要做的就是尽你的所能，尽量把水搅浑，并且把他留在 F 国。谁啊 ？Housekeeping。哎呦，你这大半夜的干嘛呀？马上开庭了，我什么都没准备好呢。就是因为你在工作，所以给你做点宵夜啊。你又不是电器，电器还得插电呢，是不是？来，补充点能量。先放那儿吧。线索找的怎么样？哎呀，没什么进展。他之前呢有过5段婚姻，但是都离婚了，离得合法合规，没什么瑕疵。果然，这个钱天星在到这之前没跟刘烨选择离婚，是早就有准备的。你说这个钱天心，他居然把婚姻当成交易，可不是嘛？婚姻这么神圣的事情，自然是要跟自己相爱的人在一起。是啊，一定是因为彼此互相喜欢对方才走进婚姻殿堂的嘛。反正我如果有一天要结婚，我肯定是要跟自己爱的人。我也一样，如果有一天我要走进婚姻殿堂，我肯定是因为爱对方。我让国内的同事帮忙去找刘一，他跟我们玩失踪，躲着不见。现在我担心啊，仅凭这一个记录是远远不够的。
事儿没办成嘛，我本来不想跟你说。刘一他们当地的户政的头是我大学同学，我找他帮着找呢。但是当地叫刘一的有点多，重名的多，所以得花点时间。啊，别叹气了，来，吃的，尝尝，味道怎么样？我亲自烤的。你还真咸。是我咸还是串咸呀？你们俩都咸。这么咸呀？然后吃着它吃，还行。今天再次召开起诉戈麦斯夫人重婚罪的开庭审判。此次庭审的目的在于检方就提请中国证人出庭作证。现在到了举证阶段了，控方先举证。戈麦斯夫人主动向检方坦白，她犯有重婚罪。她在中国曾有一段婚姻，时间存续到 F 国后，为了尽快获得 F 国的国籍，她又与戈麦斯先生结婚。有鉴于丈夫戈麦斯先生一直忠于婚姻情深以后，她却出于利益对他进行欺骗，于是她感到于心不安，因此选择自首认罪，愿意接受 F 国法律的制裁。控方有证据能证明你所说的吗？我这里有戈麦斯夫人所提供的证据，这个证据是她和中国籍丈夫刘毅的结婚证原件。微弱的烛火，闪烁的泪光，孤独的时候，悲伤不用紧张。如果失去方向，最怕去幻想，再远也不过是远方。淡水很失落，落下都冷了，这是一段被人遗忘的时光。曾经握的双手，就算换了形状，只要剩下一个跳动热血的心脏。暴风雨很漂亮，可以自由的疯狂，也许这更像是命运乐章。总有天会晴朗，会风轻云长，成为回忆之后去欣赏。淡水很失落，落下都冷了，这是一段被人遗忘的时光。曾经握的双手，就算换了形状，只要剩下一个跳动热血的心脏。暴风雨很漂亮，可以自由的疯狂，也许这更像是命运乐章。总有天会晴朗，会风轻云长，成为回忆之后去欣赏。